母猫交配后为何会满地打滚并暴揍公猫？它们的交配过程有多惨烈？和大多数动物一样，猫也有固定的发情期。每到春天，它们就会不自觉地发出惨叫不说，而且还会主动出门寻找合适的交配对象。但让人奇怪的是，每当母猫发生亲密行为后，它们就会不停地打滚，并将矛头直指公猫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它们提上裤子就不认猫了？猫的繁殖能力有多强？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。如果人类不进行干预的话，一对成年猫仅需9年就能生出千万只小猫。殊不知，猫的发情期也是非常痛苦的。每到春秋两季，它们的性情就会变得十分暴躁不说，而且还会发出瘆人的嚎叫声。它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异性与自己交配。除此之外，发情期的猫还会通过撒尿的方式来释放求偶信号。尿液的味道越刺鼻，就意味着它们越有魅力。一旦双方看对眼，就可以进行亲密行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猫在交配时一般会先咬住母猫的脖子和后背，这样一来，它们不仅能更好的刺激母猫，而且还能趁机将前任残留在母猫体内的生殖细胞带出体外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但让公猫没想到的是，交配结束后的母猫却性情大变，除了满地打滚之外，还会咆哮着将它们暴揍一顿。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身上的倒刺伤害到了母猫，但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大任，母猫只能忍着到结束。殊不知母猫也是非常记仇的，一旦它们和公猫分开，它们就会猛扑而上，不把它们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。它们誓不喂猫，这也就解释了母猫为何在交配结束后一定会无情的攻击公猫了。母猫为了繁衍后代有多拼，它们真的可以为了基因延续，不停的进行交配吗？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，很多动物为了传宗接代采用的都是一夫多妻制，但猫的生殖策略却与它们不同。为了提高受孕率，猫早已进化出了多夫多妻制。殊不知，这对于母猫来说却是无尽的折磨。它们不仅要承受交配之苦，而且还要承受怀孕生子之痛。但就算这样，母猫也心甘情愿，即便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它们也要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。但它们能忍受这一切，不代表它们能接受这一切。交配结束后的它们就像变了一只猫一样，不仅将锋利的爪子伸向了公猫，而且还会毫不留情地暴揍公猫一番。所以很多公猫一旦完成使命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逃之夭夭。如果它们不识相地待在那里，那么等待它们的只有痛苦。殊不知，大多数母猫都不能一次受孕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它们只能继续进行交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母猫每次所生产的卵细胞都是有限的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只能生出固定的后代。既然如此，为何母猫还要和不同的雄性进行交配呢？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太过恶劣，为了保证后代的存活率，也为了丰富基因的多样性，它们只能这么做。母猫每次交配都会疼得满地打滚，为何公猫还要不停地刺激它们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母猫没有排卵期，为了让它们分泌出卵子，也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大任，公猫只能用身上的倒刺触碰它们。殊不知，公猫这样做也会让母猫承受无尽的痛苦。一旦它们分开，母猫就会暴揍公猫一顿，发泄心中不满。面对这一情况，公猫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以最快的速度逃之夭夭。除此之外，公猫身上的倒刺还能清理前任留下的精子，因为发情期的母猫会和不同的公猫进行交配，所以为了留下自己的种，公猫只能将母猫体内多余的精子清出体外。但没想到它们的这一行为也会让母猫饱受折磨，甚至母猫还有了想要逃跑的想法。但聪明的公猫怎么可能让这一情况发生呢？在交配之前，它们就死死地咬住了母猫的后背，这样一来，母猫也无法动弹，只能强忍痛苦等待结束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宠物爱好者都会带自己的宠物猫进行绝育手术了，因为发情期的它们太过磨人，只要找不到合适的交配对象，它们就会乱吼乱叫。这样一来，它们的主人只能带它们去宠物基地进行交配。殊不知，它们从怀孕到生产也是一个麻烦的过程。宠物爱好者不仅要时刻关注它们的情绪，而且还得给它们准备丰富的营养餐。与其这样费心费力的伺候它们，还不如带它们去做个绝育手术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